31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前往位于日本崎玉县的航空自卫队入歼基地，参观了日产 C2 运输机等。鉴于该机型曾被用于给乌克兰运送物资，斯托尔滕贝格向队员等表示非常感谢对乌克兰的援助。此外，他还考察了拦截弹道导弹等的地对空导弹爱国者3。当天下午，斯托尔滕贝格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与日本之间的伙伴关系。他还补充称，我们之间的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岸田文雄则表示，俄罗斯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也可能会出现在亚洲地区，并声称台海局势与朝鲜的威胁越来越令人担忧。访日之前，斯托尔滕贝格刚对韩国进行了访问。29号，斯托尔滕贝格在推特上称，长期以来，北约同韩国一直紧密相连，如今我们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关联。斯托尔滕贝格在韩国发表演讲时，敦促韩国等印太盟友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避免专制和暴政获胜，同时将矛头直指中国，声称中国对西方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事实上，在开启日韩行之前，斯托尔滕贝格就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强调，我们需要应对这些全球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国的挑战，并借此来鼓吹与日韩加深关系。他还表示，以此次访韩为契机，北约可与韩国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网络威胁、军备控制、技术领域。斯托尔滕贝格的说法呢，基本上是美西方联盟明确释放了一个联盟信号。当然，对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也不必要过分的解读，以我为主，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也是官方所特别强调的基本立场。针对斯托尔滕贝格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挑战。我们也希望北约能够放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的理念，为欧洲和世界的安全稳定多做一些有利的事情。我们希望地区国家能够坚守亚太合作的正道，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斯托尔滕贝格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及防长和外长的会面中，韩方都尽量回避了谈及中国。韩方的主要关切是朝核问题。据朝中社31号发布的照片，朝鲜29号试射了火星152型中程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威胁到美国领土关岛，这也是朝鲜本月第7次试射导弹。29号，斯托尔滕贝格在与韩国外长朴振举行会谈时称，北约对朝鲜导弹试验和核武计划感到担忧。他还称，俄乌冲突对亚洲也产生影响，怀疑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但据此前报道，朝鲜和俄罗斯对这一说法均表示了否认。他需要不断的扩散和强化韩国的危机意识，他是希望通过这个威逼利诱的方式来迫使韩国就范。那么韩国实际上他也明白了斯托尔滕贝格他这个基本的一种信境，所以呢，他对于这个方面上，他实际上是守住了他自己的政策底线，没有向斯托尔滕贝格这方面屈服。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北约将手伸进东北亚地区的倾向明显。去年6月20号至30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史无前例获邀参加，日美韩首脑甚至借此场合在马德里举行3国峰会。在峰会上，北约在一份重要战略文件中将中国列为对欧洲大西洋安全的系统性挑战。韩国去年11月则设立常驻北约代表团，旨在积极参与北约推动的政军联通、网络防御、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活动。此举意味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4个伙伴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部拥有各自的代表处。朝中社引用朝鲜国际政治研究学会研究员金东明的文章，质疑斯托尔滕贝格此行是否意在煽动成立亚洲版北约，警告日韩两国将不速之客带入域内纯属引狼入室，不能消除任何不安全因素，只能更加逼近极度的安全危机。那么从北约方面来讲呢，它所谓的这个亚太化北约或者北约亚太化，它不是说要北约的力量冲击到去伸手冲向亚太，更多的希望是亚太的国家能够支持北约的这个建设。当然，亚太国家里面对这个情况也非常清楚，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北约能够更多的能够援助亚太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双方在这个利益上面，它有多元化，也有不可调节、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所以这也导致就是说亚太北约化或者亚太版北约，
它具有它自身的结构性的缺陷。就在斯托尔滕贝格离开韩国访问日本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下午乘坐被称为“末日飞机”的E-4B 空中指挥机抵达首尔，引发外界关注。E-4B 由波音747-200B 飞机改造而成，该机在美国本土遭到核攻击时，可在空中指挥作战，并直接向全军下令，由此获得飞行的五角大楼之名，也被称为“末日飞机”。2002年6月，奥斯汀访问新加坡和泰国期间，也乘坐了该型飞机。奥斯汀与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会谈时，强调双方将加强合作，提升针对核威胁的延伸威胁力，试图安抚韩国方面要求在应对核威胁方面掌握更多自主权的诉求。此前，据韩媒报道，今年2月，韩美将举行延伸威慑手段运用演习。5月，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将实施假设朝鲜核攻击的核保护伞运用演习。这将是韩美首次以军队对军队的形式举行核保护伞运用演习。那么前2天呢，就是韩国的舆论调查显示呢，大概有近76%的民众支持韩国独立发展核武器。那么韩国总统尹锡悦呢，日前也在表示，理论上韩国可以独立发展核武器。那么这个韩国谋求独立发展核武器呢，它直接反映的是韩国对美国延伸威慑以及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一种怀疑、一种不相信啊。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韩美之间，就是说明它的深层次裂痕在扩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奥斯汀访问韩国，那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提升韩国对美国延伸威慑的这种信赖度。